祁连山惊现神秘红狗，连老虎都不放在眼里，它们究竟是什么物种？2021年的时候，我国的祁连山附近出现了一群神秘动物，它们的长相与狼相似，但通体却呈赤红色，像极了狐狸的毛发。其实这并不是祁连山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物种，早在2020年的时候，就有人拍摄到过它们的照片，当时人们将其称之为红狗，甚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红狗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？为何它们的出现会让人们如此激动？红狗的体型与家养犬差不多大，但是可别因此而小瞧它们。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其实红狗也算是我国十分有名的猛兽，并且还被称为了我国4大猛兽之首。相信大家对豺狼虎豹这个词语一定不陌生，其中出现的4种动物都具有很强的危险性，而祁连山出现的红狗正是位居首位的豺。可是豺无论从体型还是长相上来看，都与猛兽挂不上钩，它们究竟有什么能力才能够排到4大猛兽的首位呢？虽然豺的外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但是它们的习性却非常凶猛，甚至灵活性超越了绝大多数的猛兽，在奔跑时能够跨过5-6米的沟壑。除此之外，豺还拥有着很强的咬合力，在战斗中一点都不会落下风。更重要的是，豺属于群居动物，一只豺的战斗力就已经不容小觑了，多只一起发起攻击，所造成的危害更是不言而喻。既然红狗位于4大猛兽之首，那么是否就代表着它们有着与百兽之王一战高下的能力呢？在印度就曾发生过豺群与孟加拉虎打斗的事件。要知道，孟加拉虎可是所有人公认的强者。那么在这场战斗中，谁才会是最后的赢家呢？由于打斗发生的时候没有人亲眼目睹，所以就只能从战斗结束后的现场来判断打斗的过程。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，一开始与孟加拉虎进行打斗的应该是8只左右的豺。尽管豺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优势，但是却架不住孟加拉虎强大的实力，所以他们此时并没有明显的优势，甚至隐隐有了落败的迹象。不过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又开始有其他豺加入了战斗，最后的局面变成了一只孟加拉虎与23只豺进行打斗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再强大的孟加拉虎也无法抵挡，最终败下阵来，他的尸体也被豺彻底瓜分，最后只留下了一具残骸。这场战斗虽然以孟加拉虎的惨败收尾，但是豺群的损失也十分惨重，毕竟在这场战斗中，有将近一半的豺无奈惨死。所以这样看来，孟加拉虎的实力还是要比豺强的，而豺群彼此获胜，完全是依靠数量上的优势。如果是刚开始时候的数量，相信孟加拉虎一定能够迅速结束战斗。所以这样看来，豺狼虎豹这4种动物的排名也并不能完全相信，而人们之所以会将豺放在首位，也仅仅是念起来顺口罢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就算面对孟加拉虎时他们没有绝大的优势，但是对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，豺的实力还是足以让他们闻风丧胆的。既然豺的实力如此强悍，为何它们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呢？曾经豺的数量其实并不少，并且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，但是从最近10年的调查来看，全球范围内豺的数量已经不超过10万只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祁连山出现它们的身影，才会让人如此激动。那么导致它们沦落到如此境地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对于人们来说，豺的皮毛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东西，并且拥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致富之路，便开始对豺进行大量的捕杀，从而导致它们的数量持续减少。其实不仅仅是豺，其他物种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。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，导致豺能够捕食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，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状态。更重要的是，近些年来人们占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多，导致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，并且自然环境遭到的污染也十分严重，这都影响着豺群的生存。这样看来，豺的数量减少离不开人类行为的推波助澜。不过如今豺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，也代表着我国对于它们的保护起到了作用。相信随着人们继续努力，还会有更多的濒危动物重新出现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